孩子小学就有这3种特质，即便现在不是学霸，将来成就也很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妈很帅，欢迎回到我的育儿频道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学霸不但会念书，而且很会玩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，懂得把时间松开来，把所有精力用在刀口上。上小学之后，很多父母看到孩子成绩平平，会有一种失落感。小学就用学习成绩去衡量孩子是否优秀，未免太过武断了。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，这时成绩好，并不代表他就是学霸。相反，那些小学阶段就有以上3种特质的孩子，即便现在不是学霸，将来也能够成为终身学习的学霸。进入职场之后，也能闯出一番天地。第一个特质就是爱整理书桌。研究发现，人的专注力一旦被打断，想要恢复到原来的专注状态，至少需要15分钟的时间。举个例子，孩子本来写字写得好好的，突然发现一个生字写丑了，想要拿橡皮擦擦掉重新写，但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这时原本紧绷的专注力一下子就松卡了。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，不断分泌的皮质醇也让孩子感到非常的焦虑，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梳理字子，才能回到专注的状态。如果书桌整整有条，每种物品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，随手就能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学习起来就能像流水一样顺畅，学习效率自然就很高了。试想一下，孩子学习2个小时，光找文具就找了4次，那他至少损失了1个小时，一天有多少小时给他浪费呢？整理书桌就是整理头脑，爱整理书桌的孩子，记忆力跟注意力都不会差，学习的时候能快速的拿取他需要的东西，能够立即重新进入专注的状态。第二个特质就是爱把杂念写下来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，脑海里会浮现很多的杂念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他得继续学习。然而这个杂念一旦闪现之后，就一直在脑海里面盘旋，结果导致学习效率很低。泰戈尼克效应告诉我们，当一件事还没有处理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，大脑就会一直惦记着它。那到底该如何清除这些杂念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把它写出来，放在书桌上，接着告诉自己，我会在非学习时间去完成它，然后继续学习。这样可以继续保持专注的状态，哪怕后来脑中再去闪现相关的杂念，只要看一下未完成清单，也会安心很多。很多学霸都会把杂念写出来，写进议程表或者任务清单，让自己专注眼前的学习，往后再逐一完成这些曾经一度让他分神的事项。一个小学生如果知道把杂念写出来就能避免干扰，保持专注，那他上课的质量和学习的效率肯定比普通孩子高几个梯度。这个习惯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是时间拉长到5年、10年，人与人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差距。第3个特质就是爱早起学习。《巨人的工具》这本书研究了153个成功人士，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习惯早起。科比在退役之前，每天凌晨4点都会跑到球馆练习。百事可乐 CEO 每天5点起床，并且在跑步机上跑6公里才开始工作。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40年雷打不动。为什么这些成功人士都习惯早起学习工作呢？因为早上大脑活力最高。睡眠的使命之一就是让大脑在获得休息的同时整理巩固记忆。一夜酣睡之后，大脑的状态非常好，工作效率非常高，而且早上安静，不容易受到干扰。孩子在这个时间学习，更容易体验到深度学习带来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。为什么学霸不讨厌学习，反而贪婪地学习各种知识跟技能呢？因为他们从小就体验了学习的乐趣。当孩子能够长期坚持早起学习，已经超越了90%的人了，因为他很纪律，而且很享受学习。即便他现在学习成绩不突出，但是金子就是金子，总有一天会发光的。好了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